卑微女总裁刚想拿5个亿来讨我欢心，却听到屋内我的白月光正向我表白。她想到我即将弃她而去，整颗心碎了一地。不料下一秒，啪啪几个巴掌声响起，陆林竹还算漂亮的脸已经肿起来了。我将她打倒在地，然后指着她的鼻子开始输出：草你大爷的，赶紧给老子闭嘴吧！一个肾而已，说的轻巧，要我捐肾给她。好啊，我嘎一个，你也嘎一个，我的给他换上你的拿去喂狗。你要是同意的话，咱们现在就去如何？陆林竹捂着肿起来的脸指着我，你特么有病吗？对啊，我可不是有病吗？要不从前怎么能看上你呢？幸好我娶了对的人，他把我的病给治好了。睁大你的狗眼珠子看看，我老婆比你漂亮1万倍，比你有钱1万倍。我不喜欢她喜欢你，我图什么？门外的温暖身子紧绷着，脑子嗡嗡作响。风白说她喜欢自己，而且还叫自己老婆。瞬间，这个在商场上雷厉风行、杀伐果断的女人，此刻脸红到像是要滴血，心跳快到无法呼吸。陆宁竹神色略有慌张，这傻逼男人知道他跟阿明的事了。阿峰，别闹了好吗？你打我可以不计较，但是阿明在医院等你很久了，你就跟我去医院把同意书签了好吗？此时门被打开了，温暖跟一群保镖冲了进来。他有些不安地走到我身边，他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改变这么大，他是真的变了，还是在做戏给自己看？我看着这个天仙一般的女人一步步朝着我走来，心里全是心疼和愧疚。上一世也是这个时候，那时的我指着他说，我凭什么不能跟陆林竹在一起？你这不能生育的废人，就连试管都很勉强，难道要耽误我一辈子吗？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而那时的陆林竹像是听到了什么惊天大瓜，震惊地看着温暖，随即鄙视又轻蔑地冷笑一声，人称天之娇女，生下来就在罗马的温暖，原来竟是不能生育的废物吗？陆林竹挺直了腰板，他伸手搂住我的胳膊，耀武扬威道，温总原来不方便啊，那以后令夫就由我来满足便好。一向冷漠强大的温暖几乎瞬间被压垮，他没想到我居然用他最大的弱点狠狠刺他的心，将他的尊严踩在脚下狠狠碾压。在那之后，温暖不能生育的事情就被传了出去，他几乎1个月间迅速消瘦苍老，在不富之前意气风发之态。他不怕别人议论讽刺，他怕的是自己最心爱的丈夫狠狠伤害他。想到这些，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。再次见到温暖，她秀丽的柳眉之间有着本不该属于她的忧愁和辛苦，那都是因为自己。我这时带着无尽的悔恨冲过去抱住温暖，老婆，你回来了。温暖全身绷紧，她轻微颤抖着，试探地抱住了我。阿峰，你怎么了？别说话，抱着我。他乖乖听话照做，将我紧紧抱住。我感受到了他温暖的怀抱，想到之前他为了陪伴我，毅然决然抱着我的尸体入海，心就好疼。温暖，这辈子我再不负你。我大手一挥，对保安队队长说，记住了，以后狗与陆宁竹不许入内。好的，先生。陆宁竹被直接丢了出去，我笑得很是开心，转头却看见自家老婆满是狐疑和阴沉的脸。他放开我的手，转身上楼，背影很是决绝。他这是怎么个事？咋还不开心了？于是我连忙追随他上楼，进了房间。温暖神色淡漠疏离，见我来了，他将手里的卡递给我，这是你要的那5个亿，你去交给你父亲吧。至于你哥哥的事情，我已经联系人了，可以保他不死，但是关几年是肯定的。他说着，眼睛紧紧盯着我的眸子，心一点点沉下去。说吧，还有什么要求？你明知道你说的我都会满足你，不必这么大费周章。我牵起他的手，把卡重新塞给他。老婆，这5个亿你拿回去，我爸的公司倒闭了才最好。我哥那边你也别插手，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当街杀人，如果你庇护他，一旦让人知道，你和你的公司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。以后我不管他们了，你也别管了。我想明白了，这天底下真正对我好的就只有你一个人了。我现在想跟你好好过日子，你还愿意相信我吗？温暖的眼角微不可察的跳动一下，心跳速度又加快了。他一瞬不瞬地盯着我的眼睛，似乎想从我的眼神里找到我说谎的证据，却见我的双眼十分干净。可是到如今他还能相信我吗？前几天我哭着和他说，以后都跟他好好过日子，就问他要5个亿。5个亿对温暖来说并不算什么，给我当零花钱，他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可我却用伪装，用欺骗去从他这里榨取。可在他点头之后，我就又恢复了从前那般的状态，哪怕被他碰一下都要去洗澡。温暖在某些方面十分自卑，她是个欲望正常的女人，奈何从前身体有问题，她太想要正常的夫妻生活了，更是疯狂的想要个孩子。可她没那个资本，暗恋了自己8年，却只敢远远观望保护。那一晚在酒店，有人要把我送给一个老女人糟蹋换取利益，我却误打误撞闯进她的房间。那时候的我失去了神智，温暖本就无法抵抗心爱之人的靠近。在那晚之后，温暖发现她自己在我身上是有反应的时候，她是惊喜的，是疯狂的，她控制不住一次次亲近我，几乎癫狂的想把我揉进怀里。可第2天，媒体记者拦门拍照，我家为了攀附高枝，温家为了保全颜面，迫于无奈我娶了温暖。之后就算温暖找到了证据，她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可我也完全不相信了，只知道一味怨恨。她积蓄了8年的爱慕，内心如狂潮一般释放着对我的爱意，她想用自己的全部换我一点点的垂怜，然而得到的却只是欺骗与怨憎。我抿着嘴，眼里蒙上一层水雾。老婆，我会证明我自己的真心，会跟那些人断干净，从今以后心里只有你，我会跟你好好生活，一定让你成功生下好多小宝宝，好不好？温暖冷笑一声，后退了一步。你知道我不能生育，何必说这样的话来刺激我？他咽了咽口水，眼前的心爱之人似乎伸手便可拥有，可他真的怕了，怕那甜蜜中带着致命的毒。我扑哧一笑，牵着温暖的手塞进我的裤中，然后伸手搂住他的腰，在他耳边低语，能不能生，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我知道你可以的，就像那晚，就像新婚之夜，我会证明我的真心，你也证明你的实力，好吗？这些话疯狂涌入温暖的大脑，几乎将他冲击得神志不清。我靠，好硬！温暖瞬间把手拿出来背过身去。风白，
你别太过分。我笑着从后面抱住他的细腰，循循善诱。老婆不肯给我机会证明吗？阿峰好伤心。我在他的马甲线上描摹，一点点将他全身的细胞点燃。见他还是没有反应，我故作失落。好吧，我知道了，老婆不会再原谅我了。不对，不应该叫老婆了。对不起，温小姐，我不该再打扰你了。说完我便放开他，转身就要走。下一秒，温暖紧紧抱住我的身体，他的呼吸滚烫，身体剧烈颤抖着，脸烧得如同一块通红的木炭。风白，你跟谁学的？这么会拿捏我？他紧了紧双臂。你在骗我？你在跟我提要求，对不对？你想要什么，大可以直说，再不开口可就来不及了。我可以提任何要求，哪怕要他的命，他都可以双手奉上。但他不想被骗被戏耍。我转身抱住他的身躯，俯下身用嘴轻轻点吻他的下巴。我想要你的身体。温暖猛地喘息了几下，拉着我的手朝着卧室走去。待睁眼已经是次日中午了，我腰酸二弟疼，腿酸到站都站不稳。温暖不在身边，我掐着自己几乎要断掉的腰，去卫生间上了一次体重秤，脸顿时黑了，足足掉了3斤，一晚上掉3斤，这合理吗？他太疯狂了。洗漱好，穿上衣服，刚出卫生间，温暖就迎面走了过来。原本冷漠禁欲的模样，在看见我的那一刻，瞬间就化身成一个温柔知性的大姐姐。她从背后搂住我的身体，迫不及待想要跟我贴贴。她试探着伸手摸我的脸，见我没反抗，她顿时松了口气。看来昨晚不是梦，是真的。温暖得寸进尺，她挑起我的下巴。洗漱完了吗？我还是黑着脸，不信的话检查一下。说完，她转到我身前，抬头吻住我的嘴唇，空气里弥漫起费洛蒙的气味和让人浮想联翩的声音。片刻后，她有些不舍得离开我的唇。都是用一样的牙膏，怎么我的阿峰就更甜一些？说着，她轻轻拉着我的手，顺势把我抱在怀里搂着，柔声问：昨晚身子累不累？我脸一红，嘴硬道：一点也不，我好着呢。说完，轻轻推开了他。你怎么不去上班？温暖看着我脱离他的怀抱，他的心里也猛然一空，不依不饶地缠上来，继续搂着我。我是总裁，想去就去，不想去就翘班在家陪老公。我不用你陪。温暖的心一沉，抱我的手更紧了些，说话的声音竟然还带了一丝委屈。我怕我回来看不到你。说完，把脸埋在我的脖颈处，不停磨蹭着。我顿时明白了，他是在担心我又跑了，想留下来守着我吗？我转身捧着他的脸，柔声说道：老婆，我不会再离开你了，真的。他微微点头，显然还是不信。我搂住他的腰，凑到他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话。温暖的脸顿时爆红，猛地把我抵在墙上。是真的吗？我要检查一下。我嗯了一声，没有阻止他疯狂示爱。温暖脸上的红晕瞬间蔓延到了耳后，我依旧搂着他的腰。老婆，我没骗你吧？我对你动心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所以身体才会有反应，明白了吗？生理反应骗不了人。我向他证明自己的真心，结局就是再次被他证明了他的实力。温暖太猛了，我再次清醒过来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。来电人是陆林竹，忘记拉黑他号码了。毕竟从昨晚一直忙到现在，我原本想挂断拉黑，想了想又憋着坏笑接听。阿峰，你还在闹别扭吗？开口就是那种带着责备的语气，听得我火一下子就上来了。原来昨天我那么坚决的拒绝他，在他看来就只是在跟他闹别扭。你不会以为我在等你哄我，然后乖乖去签字捐肾吧？陆林竹理所应当的说，难道不该是这样吗？我知道你昨天是在演戏，他那么有钱有势，我知道你家里很需要他，所以你才那样对我的。阿峰，我不怪你，只要你肯过来，我答应你的依然算数，我会跟你结婚的。他说完，那边传来一阵让哭泣的声音，我深吸了口气，平复自己摔手机的冲动。昨天就应该让人打死他，然后挖坑埋了。不过这一天也不远了，我可是给这两口子准备了一份大礼，还有我亲爱的家人们。这时电话那头换了一个声音，语气故作虚弱地说：阿峰，你能不能救救我？求求你救救我好吗？没有你的肾，我真的会死，我以后都会做牛做马报答你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他哭得厉害，那边的陆宁竹隐忍着心痛和怒气，不停地安慰他。我笑嘻嘻，你要死了，那可挺好，啥时候开席呢？就咱俩这交情，你不得单独给我开一桌？说完我猖狂大笑，陆林竹立刻抢过电话怒道：风白，你真的是疯了，他是你最好的兄弟，你说这话还有没有人性？我看你真是让那个温暖给洗脑了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又特么给我洗脑。我直接开队，老子就是特么的不去，有本事把我抓过去，没本事就憋着，你俩还真是婊子配狗天长地久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已经跟我老婆结婚了，还有睁大你的死鱼眼，好好瞧瞧他瘦不惊风的身体，伏地魔见了都得欣慰点头。再骂我老婆一句，我让你全家上法制节目，还想跟你爹我结婚，你绝育去吧。说完我就挂断拉黑一条龙，爽是挺爽的，但这实在不是我的作风。说这么多，不过是因为我很清楚，温暖一直在监听我，骂得越狠，他肯定就越快乐。想必现在正在偷听的温暖，应该已经爽翻天了吧？我去厨房准备给自己煮一份泡面，刚走到客厅，我就闻到了一股诱人的香味，是温暖正在给我煮饭。从前他每次煮了吃的，我都嗤之以鼻，冷声嘲讽，我可不敢吃，万一吃了之后又昏迷，被你糟践，我还不如一头撞死，然后转身走掉，任凭那桌子饭菜凉掉。此时的温暖看上去心情不错，嘴角都带着笑，估计是刚才自己说的话被温暖听见了。我盯着他的身子，眼泪不争气的从嘴角流出来。我叫出了系统，童子，我在这个世界的播种指标是几个？4个。不过宿主您别慌，咱们系统很神奇，怀了你孩子的女人会有美貌和身材的加成哦，不会变丑的。哈，我满意的点点头，看着自己老婆的好身材，忍不住吞了下口水。估计是我稀溜哈喇子的声音太大惊动了温暖，他转过了头。你醒了，饿了吧？我
我正在做饭。之前我对他的冷淡和嘲讽，给他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，以至于现在他真的很怕我再次开口嘲讽。我走过去，十分自然地从抱住他做的什么，我从楼上就闻到这个香味了。说完，肚子还很配合地发出了咕噜噜的声音。温暖扑哧一笑，他的嘴唇动了动，手心还不断冒汗，却故作镇定地挑起我的下巴，试探着亲吻我的嘴唇。我笑着捧起他的脸颊，在他唇上落下一吻，说出了一句让他全身都幸福到冒烟的话：以后你想亲我随时都可以，我是你的丈夫。他的嘴角几乎压不住疯狂上翘，然后又吧唧了我一口。我刚想说话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摸出来看了一眼，是个生意上的合作伙伴，但是来电图片却是一个小宝宝纯真的笑脸。我自然地接过他手里的勺子，顺手拍了一下他的屁屁，示意自己会帮他看着锅里的菜，让他放心去接电话。温暖的脸顿时红了，唰的一下子就蔓延到了耳后。啧啧，大总裁这么爱脸红害羞，员工知道吗？吃饭的时候我好奇问道：你来电显示是谁家的娃娃？不会是你私生女吧？温暖差点被饭呛到，然后有些伤心地看着我。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。阿峰，你明知道我不能生育，为什么还要？他的反应让我不禁在想，温暖渴望孩子到了什么程度，自己生不出娃娃，居然看着自己小时候的照片。我伸手拉着他的手，我们生一个好不好？温暖愣了一瞬，片刻后才说：你要去精子库做测试吗？很遭罪的，不要去。我早就接受了自己不能怀孕这件事，没关系的。他说得很坦荡，眉眼之中却带着挥之不去的酸涩。我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。不，我是说我们自己的孩子，要留着你身上的血脉，留着你基因的孩子。老婆，你相信我好吗？温暖整理好自己的情绪，然后握住我的手。谢谢你，阿峰，我这样你还愿意要我？温暖只当自己是在安慰他，我心里叹了口气，总不可能跟他说自己绑定了播种系统。但是等他肚子带起来后，温暖就知道我没有欺骗他，真想看看他红着眼阿巴阿巴说不出话来的表情。我一边胡思乱想，一边剥虾，不小心被虾头上的刺扎了一下，温暖顿时紧张地皱起眉头。他抓住我的手查看，只见被戳破了皮，隐隐看见了血点，他便赶紧带着我去水池边清洗，然后找来纱布绷带给我处理。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，血都没出，你这样弄我怎么剥虾？他冷冷地扫了我一眼，轻轻拿手敲在了我脑袋上。你以后都不许碰这些。不行，我喜欢吃虾。那也不许碰。他轻轻点我的鼻尖，以后我帮你包好，你不许碰。原来如此，他说的不许碰是这意思啊。以前温暖也替我剥虾的，只是那时候我特别讨厌他，他剥的虾被我视为脏东西。那时他剥好虾仁后就会放在我碗里，然后就被我夹出来丢在地上。要是他敢再放进去一个，我立刻就摔筷子，转身就走。时间一长，他也就不敢再招惹我了。此时我们坐在餐桌上，我拿着筷子吃饭，温暖则是低着头，纤细的手指帮我剥着虾肉，很快就剥好了一碗。我却是一手托着下巴，一手用筷子戳碗里的饭。哎，人间尤物啊，有这样秀色可餐的老婆，碗里的饭都没滋味了。吃饭不如吃它。温暖被我盯得有些不好意思。不是要吃虾吗？已经包好了。我凑过去，在他脸上啄了一口，温暖手里的虾掉在了桌子上，他手指轻轻颤抖，忍不住地吞咽着口水，紧张到全身出汗。阿峰，他轻声唤我的名字，我捏起一颗小番茄放在自己嘴里，凑过去搂住他的腰，番茄轻轻触碰他的唇。从外面买菜回来的王妈看到了这一幕，顿时哎呀一声，小姐和先生终于和好了，这下夫人可要高兴坏了。看一眼，哎呀再看一眼，啧啧，这颜值简直神仙打架。王妈笑得眉眼弯弯，然后悄咪咪退了出去。我在这个世界的工作是在我父亲的公司，因为是老总的儿子，所以没有工资。我并没有因为老总儿子这个身份受到任何优待，反而因为我能力强，又是自己人，信得过。父亲母亲把所有困难的工作都交给我，然后冠我哥的名，客户我陪酒聊到胃出血，签单的却是我哥。家里给我上了5险1金，管我吃喝之后，就连每个月3500的工资也都给了我哥，美其名曰吃喝都不缺你想要啥跟爸妈说给你买不就行了。之前的我被剧情控制，居然真的就当了这个冤大头，天天给家里卖命。现在我不想了，班也不上了，在自己老婆家里摆烂。
茶杯，轻轻地抿了一口茶水，然后将茶杯狠狠捏碎，滚烫的茶水混合着鲜红的血，从他修长好看的指尖缓缓流下。他原本想要关闭屏幕的，可当他看到屏幕上我的手又顿住了。我坐在他的椅子上，在一个黄色的便签纸上写画着什么。他在干嘛？温暖将摄像头拉近，发现我在上面画了2个爱心，用一根剑从中穿过，然后仔细审视着自己的杰作。我满意的将袋子打开，把便签纸放进去，然后封好袋子放回原位，又帮温暖收拾了一下他的书桌，才拿上文件起身走了。从始至终我没有掏出手机拍照，也没有看文件袋里的文件，似乎我对那里面的东西完全没有兴趣。温暖表面依旧不动声色，内心却是非常兴奋。我的阿峰没有背叛自己，温暖只觉得自己冰冷的身体开始慢慢回暖，他的眼泪滚滚落下，刚被割破的手也知道疼了，便赶紧去整理伤口。此时的我拿着文件出来，助理本想拿到文件就离开，却不料王妈小跑着端过来，手中还拿着一个保温杯。先生，那啥，麻烦你给小姐送过去吧，这是老太太特地嘱咐给她熬的补汤，平时都是我送的，今天我这身子难受的不行，浑身上下脑袋疼。我自然知道王妈是在帮我跟温暖创造机会。坐上车后，我靠在车窗边假装看风景，其实是在跟系统对话。童子，温暖现在怀了吗？宿主，你太心急了吧，你们昨天才嘿咻嘿咻。我抓了抓脑壳，那温暖生宝宝的时候会不会很痛啊？当然不会了，宿主，咱们是强力播种系统，生娃的疼痛会缩小很多倍的，就像是挤黑头那种程度，而且生完之后，系统会给被你播种的人修复身体，让她越来越美，让你欲罢不能。我笑道，我要是只靠系统抓住女人的心，这个快穿任务也是做不长久的。人跟人之间长久的吸引，是要靠彼此的人格魅力才行。这时车子缓缓停在一栋高楼前，此时还没到饭点，公司大厅里比较安静，前台的郝晨正对着镜子整理着自己的仪容。听说今天总裁来上班了，他自以为鹤立鸡群，是转正新人里最帅最阳光的，只要总裁出现，必然一举拿下。可这时迎面就走来一个帅到让他目瞪口呆的男人。郝晨见我走过来，立刻警觉起来，先生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？你们总裁在几层？我来给他送东西。我晃了晃手里的汤，这顿时惹得郝晨心里翻白眼，果然是冲着总裁来的。呸，小白脸！周围人听到这里都彼此对视着，顿时露出了嘲讽的笑。来找总裁的每天没有10个也有7、8个，你们这些能不能有点新花样啊？郝成假装礼貌地问道。你是来找总裁的？那请问你有预约没有？我一阵无语，见自己老婆需要预约，那怕是没办法了。总裁现在可能在忙，腾不出时间来见您，是他母亲要我来送的补汤。平时王妈来，今天王妈不舒服换我来，自己第一次来温暖的公司，所以不知道她在几层。要不是为了想给她一个惊喜，我早就打电话去问温暖了。郝晨听到王妈知道我8成是跟温暖认识，也不好再跟刚才一样满口拒绝了，他眼珠子一转，换上笑脸，是这样啊，那真不好意思，是我误会了，我叫人送您上楼。说完，他打电话叫来了一个女人，30几岁的样子，长得还算能看，只是满脸腻子粉，一举一动都特别装。见到我的瞬间，她眼睛顿时就直了。孙姐，麻烦你带她去见总裁吧。孙姐满口答应，见我登记完，就引着我上了电梯。郝晨阴恻恻的冷笑，孙姐可是整个公司最饥渴的。此时他开始了脑补，觉得我估计是王妈的亲戚，借着老太太的名义接近总裁。而这时另一边总裁专用电梯门开了，温暖神色冷凝，雪美的脸上少见的有些焦急，她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在没见我后径直来到前台。郝晨受宠若惊，心脏砰砰跳。我老公呢？温暖很是直白，刚才王妈打电话说阿峰来给自己送补汤了，这是老公第一次来公司，他必须要亲自去迎接。郝晨的脸一下子爆红，以为温暖在说他，快说他去哪里了。郝晨有些支支吾吾，您说的是刚才那个风先生吗？不然呢？他在哪里？郝晨如坠冰窟，简直要哭出来了，他的梦碎了。此时电梯内，孙姐毫不忌惮的上下打量着我，先生贵姓？我没理他，他也不恼，继续露出自以为诱人的笑容，各种问问题。还记得刚刚有人进电梯，他假装被挤到自己身边，可都被我一一躲过。见我对他不感冒，他忍不住问道，冒昧问一下您是总裁的什么人？我知道他安了什么新建，电梯里只剩下我们2个，于是笑着回道，知道冒昧就别问了，想保住你的工作就安守本分，否则你今天就离职走人，你不会觉得我喜欢你吧？真是抱歉，我可一点也瞧不上你，不就是想来勾引总裁吗？我不怒反笑，不勾引总裁勾引谁？你配吗？你旁边就是反光钢板，好好照照镜子，你自己去人事请辞吧，明天我不想在公司里看见你。孙姐笑得不行，就凭你，你不会以为自己已经是总裁老公了吧？我无语，你现在跪下求我，说不定还能给你个 N+1。他被我无所谓的表情激怒，立刻伸手打向我，我飞起一脚把他踹地上去了。此时电梯门打开，温暖站在门口，他顿时松了口气，我跑过去搂住他的腰，老婆你怎么来了？温暖微微一笑，你来了怎么不告诉我？我笑着用手指轻点温暖的鼻尖，还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夫妻情趣说完，我转过头去，看着脸都已经被吓走了的普信女，我上一秒还开心的笑着，下一秒又叹了口气。温暖见我不开心，赶紧关心道，阿峰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外面太热不舒服了？我摇头抿着嘴，一脸落寞的样子。我觉得我配不上你，你有颜又有钱，而我只是个勾引女人、靠脸上位的小白脸。说着，我眼睛又看向孙姐，她已经吓得站不住了，满脸冒冷汗，怕是真的要吓尿了。我继续补刀，我这种货色怎么配做你的丈夫呢？只配做你的玩物而已。我还是和你离婚吧。孙姐这么好，
还肯收留我，我跟他在一起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旁边的孙姐吓得赶紧连连摆手，不是的，总裁，我没说过这话呀，真的不是我说的。温暖不傻，很快就明白我被这个女人说了些不好的话。刚才电梯门开了，她还躺在地上，显然是想对我动手，然后被我一脚踹倒了。温暖冷笑，二话不说，一巴掌把孙姐扇得摔在地上，然后又抬脚猛踹她的身子。温暖突然反应过来自己在这里，她得温柔点。她慢慢走到我身边，一把搂住我，是我不好，让你被这种人恶心。阿峰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，这件事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他的眼里闪动着心疼的神色，自责的想给自己几个嘴巴子。他恨不得我发脾气，打他骂他。这时我微笑的点了点头，我知道我家老婆最好了。说完，我搂着温暖吧唧了一口，温暖唇瓣微微翕动，把我紧紧搂着不肯放开。这时候助理匆匆赶了过来，他把了解到的事情经过全都说了一遍。温暖越听脸色越黑，怒火滔天的他只是低声说道：“你知道该怎么办，处理掉。”助理点点头，明白。处理完后，温暖迫不及待地把我带进办公室，他双臂将我壁咚在墙上，在我耳边轻声呢喃：“阿峰，我好想你，真的很想你。”我搂着他的腰，在他的小腹上打转。温暖忽然哼唧了一声，然后把脸埋进我的脖子，又是蹭又是亲撒娇一样的说道：“不管，就是想你。”我搂着温暖的腰，把全身都贴在他身上，在他的耳边低语：“我也想你。”温暖只觉得喉咙干涩，双目对视间，他缓缓喘气：“阿峰，我想。”我的手立刻按住他的嘴唇：“不，你不想，这是在办公室，不许乱来。”他垂下眼睛，将下巴靠在我肩膀上：“好吧，阿峰说什么，那就是什么。”我问你，这里有卫生间吗？温暖随手一指，在那里。我走进卫生间，温暖平复了下自己的心情，正无语着，卫生间里突然传来一声大叫，温暖顿时瞳孔一缩，连忙朝着卫生间跑了过去，拉开门却看见自己正翘着二郎腿坐在那里，上身刚才穿着的衣服随手丢在地上，然后眨巴着眼睛看着他：“宝，你办公室浴缸真大，就是缺一个人。”我起身走过去搂住他的腰，轻轻的在他耳边吹了口气：“缺了一个你。”严格来说，温暖已经30多岁了，却因为之前的疾病到现在还是个纯情少女，她哪里经得起这种招惹？温暖小心翼翼地环住我的腰，觉得像是在做梦。阿峰不是不想吗？我邪魅似的笑着，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在，你老公又想了不行吗？说着，我伸手按住温暖的后脑勺，逼迫他凑近自己。我微微歪头吻住了他的唇。从前的自己受剧情控制，竟然放弃身边倾国倾城的温暖，跑去跪舔那个长相只算是有鼻子有眼的陆领主。现在想起来，真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鼻洞。2小时后，我后悔了。睡在大床上的我觉得腰很难受，自己这样主动，一来是弥补之前对他的亏欠，二来是想赶紧让他怀上宝宝，让他惊喜之外还能完成任务，三来是我很喜欢这个女人，对她总是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以及亲近的感觉，像是很久之前就认识，但自己又想不起来。下午温暖见我睡醒了，走过来温柔地问：“饿了吗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”我躺在床上抱怨：“哎，腰酸，身体也没劲儿，需要老婆的亲亲才能起床。”温暖微微一笑，俯下身来，不等他嘴唇落下，我一把抓住他，把他拽进被窝里，接着对准他的唇吻了上去，开始猛烈的进攻，半晌我才松开。我挑眉笑道：“老婆，好像一个吻不够了呢。”温暖眼神闪烁着，猛地朝我扑来。2困半后，我是彻底不省人事了，跟条死鱼一样躺在床上，还是温暖搂着亲着哄着，才把我从被子里挖出来，然后端来饭菜一点点喂给我吃。温暖从小出生在豪门，真正含着金汤匙出生，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小姐，第一次伺候人却无比熟练，像是从前做过很多次一样。她自己也有些奇怪为什么会这样。她归功于自己幼儿园的时候和同桌小女孩玩过家家，可只有我知道真正原因。上一世我被陷害的割掉了肾脏，缠绵病榻下不了床，是温暖推掉工作，贴身照顾我，一点一点喂我吃饭喝水，给我洗澡，陪着我输液，在我生命最后的关头还片刻不分离地陪伴着我，而自己临死前都还看着门口，期待着父母、哥哥、好兄弟和女友来看望，哪怕只是一个人远远看我一眼也好。可是什么都没有。我想着想着，鼻子一酸，哭了出来。不是因为那些人的绝情，那些猪狗都不如的出生，我早就不会再为了他们伤心了。我是后悔自己辜负了这么好的女人，哪怕是受剧情的牵绊，我也还是无法原谅自己。我抱住温暖，哭得泣不成声，她吓坏了，赶紧放下餐盘，抱住我的身体。阿峰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？我泪如雨下，不是因为你老婆，我前几天做了个梦，非常可怕的梦，我到现在还在害怕，你别离开我好不好？温暖表面不动声色，心里却甜甜的，她轻轻拍着我的后背，我不会离开你，阿峰，你相信我好吗？你是我毕生挚爱，是我永远无法割舍的阿峰，哪怕去当神仙，宁愿受81道天雷劈身，也不要去渡你这关情劫。你是我的丈夫，相信我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。只要你还要我，我会都在你身边。我哽咽着点头，我知道，我相信你。他亲吻我的额头。那老公现在能把你的噩梦说出来了吗？我老家的传言，噩梦说出来的话就不会实现了。我破涕为笑，捏他的鼻子，封建迷信。他也回了一个温柔的笑。为了你，我愿意迷信一次。我抱着他把上一世发生的事情当成梦境讲了一遍，听得温暖眉头紧锁，
拳头都捏紧了。当时我被吓惨了，后来醒了就看见你还在身边，真好。然后我就明白了，我不该去强求个不爱自己，也不值得自己去爱的人。满目山河空念远，不如珍惜眼前人。所以，我不会再辜负你，让不好的事情发生。我们让那混蛋全都去死吧！以后我只要你，也只有你了。说完，我眼泪又掉了下来。温暖明白了，我突然的转变是有原因的，尽管是因为一个梦，这个理由确实有点牵强，可他绝不会再让那些人渣伤害阿峰了。温暖摸出手帕帮我轻轻擦掉眼泪，双手捧起我的脸，他郑重的点头。好，我相信你，我们永远不要分开。那天之后，王妈浑身上下脑袋疼的症状越发严重，平时无论是煮饭做菜，她都生龙活虎，只是一到送汤的时候就开始脚步虚浮，脸色惨白，躺在沙发上哄着让我去送汤。当天，温暖就在所有人面前高调官宣了自己，公司一半的哥布林都气得牙痒痒。我们两人成天在办公室里的亲密举动，简直羡煞旁人。不过我俩也不是故意秀恩爱的，因为本身就很恩爱，拉个手说句话，给对方端杯水都跟演偶像剧似的，甚至互望一眼，那都是眼神拉丝。转眼甜蜜的大半个月过去，在某天早上，系统提示音吵醒了我，恭喜宿主老婆怀上双胞胎，已经在您妻子的肚肚里了。我惊讶无比的从床上爬起来，温暖有孩子了，真的有了，是我跟他的宝宝。我兴奋的喜极而泣，因为我很爱温暖，让她怀上我的宝宝，不仅仅是为了任务，更是因为我爱她。系统又一次说道：宿主，由于您的妻子已经成功受孕，本系统获得积分升级了，系统商城已经开放，宿主可以挑选商品。我擦掉眼泪，打开了商城，发现自己有200积分。宿主，你的妻子怀上宝宝就会有积分，生下宝宝也会有积分。娃娃18岁前，每年宝宝生日都会积攒一定的积分。系统里的商品看得我眼花缭乱，可我似乎找到了需要的东西：保胎丸、无痛生娃，还有保命丹，这些都可以给温暖整上。里面居然还有储物空间。以前看小说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羡慕男主有储物空间，现在终于轮到我自己了。我咬咬牙，花50积分买了一个初始储物空间，20积分装上保鲜功能，21颗保胎丸拿下。系统赶紧拦住我：宿主，这些功能都是本系统自带的，请先不要购买这些丹药，只有在非常时期才需要宿主花费积分购买。吃完早饭以后，我出门去给温暖送汤，一路上想到了今后的运动，我还是在汤里下了一颗保胎丸。作为父亲，有责任保护好自己的小宝宝，但是作为男人，我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愉快和享乐。最近我和温暖磨合的相当默契，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心理上，我们之间都堪称神剑仙侣，能找到这样灵魂和身体都契合的伴侣，实在是太过幸运。我怎么忍得下10个月不碰他？况且我并不打算现在就把孩子的事情告诉温暖。到了公司后，我刚推开总裁办公室的门，就迎头遭到一声阴冷的怒斥：听不懂话吗？出去！我一愣，脸顿时垮了。温暖坐在书桌前，沉着脸，明明没有说话，却莫名透出一股上位者的威压。温暖见对方没动静，刚想抬头继续骂，就看见你委屈的站在那里，显然是被他的声音吓了一跳。他立刻从座椅上起来，刚才那冰冷的模样瞬间消失。吓到你了吗，老公？刚才是在骂下属。温暖的心被吓得砰砰乱跳，他生怕自己刚才的样子把我吓得再也不敢亲近。哎，自己家老婆平时都这么厉害的吗？真是替他的员工感到头痛。我其实一点也不生气，就是想要逗逗他。我故意推开他，转过头去，把手里的汤放在桌子上。我就知道你这人得到了就不珍惜，亏我还巴巴赶过来。走了。说完，我憋着笑往门口走，一步分作3步走，就是故意等温暖来追自己。刚走出去就被他紧紧搂住，温暖又着急又心疼。是我不好，没看清来的是我的老公就骂，以后我会看清楚再骂。这次不生气了好不好？老公要是生气，只管打我骂我，怎么出气都好，我绝不还手。我笑了笑，回头看着他，真的怎么欺负都不生气，随便老公收拾。下一秒，我一巴掌拍在温暖的屁股上。平时在家里我就喜欢偷袭他，在他穿着单薄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，屁股总会挨上一巴掌，要么就是从后面抱着他的腰，没羞没臊的说一些话。温暖从前何时敢想跟我如此亲密接触？我平时碰都不碰他一下，就算生气了给他一耳光，他都3天舍不得洗脸。他脸上一副良家妇女的小模样，其实心里欢喜的不得了。此时的我憋不住笑出了声。温暖眯了眯眼，顿时明白我根本没生气，自己是被耍了。他狠狠地抱住我，略带惩罚的一口咬在我的肩膀上。我轻呼一声，温暖似乎又想到了什么，他轻轻放开我，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盒子，打开里面是一个戒指。他垂下眸子，睫毛轻轻颤抖，抓起我的手想要帮我戴上。我感觉到他掌心微微湿润，在努力抑制着颤抖，像是被烫的拿不住，几次差点掉在地上。我知道他在紧张什么。4个月前的婚礼上，温暖想要给我戴上戒指，却被我一把抓过，狠狠甩了出去，让他的心刺痛难忍。温暖真的怕我和上次一样拒绝他，就算现在我已经变好了，可他还是慌乱的溃不成军。我轻轻拍着他的胳膊，直到戒指戴在我的无名指上，温暖才松了口气。我看着手上的戒指也笑了笑，上次觉得很适合你就买了，你喜欢吗？我不是富家少爷，但不妨碍我喜欢珠宝。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但他说的这么随意，仿佛就是在路边摊上看见了一个钥匙扣，随手买了一样轻松。我赶紧点头喜欢，谢谢老婆。财迷的我赶紧把系统叫出来，系统，这个能不能让我带回本来的世界里去？系统也被我财迷的样子搞得有点想笑，只好回答道，只要宿主完成任务，当然可以带走的。可这时我不禁在想，自己真的要回到之前的世界吗？温暖微微一笑，纤长的睫毛轻轻颤抖着，从来冷漠的脸颊上无声无息地泛起一抹红晕。正想着，温暖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去冰箱里拿出了一盒小蛋糕交给我，你最喜欢的，快尝尝味道怎么样？一边说一边揉着我的头发。我撒娇似的摇晃温暖的胳膊，那我要老婆味。他难得露出了一丝不太正经的笑。好啊，不过
要付服务费。他轻轻搂住我，我也微微低头，在他的下颌亲吻，够不够？下一秒我就被他的手牵引着到了沙发上，他摸着我的脸和嘴唇，远不够。说着就要亲过来，我往后躲了一下，捏起蛋糕上那颗樱桃凑到自己嘴边，假装要喂给他。温暖连忙探头想咬住我口中的樱桃，他越想咬，我越是往后躲。几个来回后，温暖被折磨的苦笑连连，我歪着头，眼里尽是得意，逗他玩真的很有意思。温暖干脆不理樱桃了，他往前一扑，结果被我抹上了点奶油在脸上。我笑得开心，推倒他的身子，居高临下俯视着他的脸颊，接着伸手捧起他的脸颊，低头用嘴吻掉那抹甜甜的奶油。温暖的呼吸顿时变得急促，眼里蒙上了一股水雾，他的嘴唇微动，低声说道：阿峰，现在是午休，3点开会之前我都有时间，我申请预支一下服务费。我轻笑一声，将樱桃送入他口中，捧着他的脸吻了下去。正在难舍难分的时候，温暖的电话忽然响了，他顿了一下，这个单独设置的电话铃声让他不得不暂停与我的互动，同时我也紧张起来，我想要站起身离开，却被他用手按住，他也用口型告诉我不许走，刚把自己勾得神志不清，现在就想走了吗？我只好被迫抱着他的腰，让他把头埋在我怀里。妈，什么事？对面的老母亲直言不讳，你什么时候跟那个风白离婚？温暖明显感觉到我的肩膀抽了一下，他赶紧拍了拍我，坚定地说：妈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会跟阿峰离婚，无论如何都不会，你也别再说了。那边传来温母严肃的声音，你就是鬼迷心窍，那臭小子就是个祸害家的，咱们家不是小嫌贫爱富的人，只要他对你好，妈绝不反对，可他连最基本的这一点都做不到，更何况他心心念念的都是别的女人。我告诉你，赶紧离婚，温家容不下这种男人。温暖安静的听他说完，随即轻咳了一声。妈，如今阿峰已经在跟我好好过日子了，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，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他了。温母冷哼一声，你就帮他说话吧。而温暖继续坚定地说道，你若是不信，可以问王阿姨，阿峰每天都给我送汤，我们现在很好，我不会跟他离婚的。而且您如果觉得无聊，可以跟我说，我给您买个广场。温母一脸懵，买广场干啥？我觉得呢，你应该去跳跳舞了。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。温暖丢掉手机抱住我，别担心，我妈对你有些误解，她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，在我说通她之前，我不会让她为难你的，一切都有我呢。我心里暖暖的，抱着他将头抵在他的肩上。不是妈的错，是我的错，是我从前太过分了，要是不生气才怪。老婆，我会去跟妈认错的，这样是不是她就不会讨厌我了？好，我会陪着你的。如果跟她说不通，我也不会让你们再见面起冲突的。她是我的母亲，你是我的丈夫，你们不和谐，就是我做的不够好。我点点头，老婆才不是，你最好了。温暖捏了捏我的脸，压低声音说，我其实还是偏心老公你的。我一把将她紧紧地搂进怀中，回想起了上一世跟丈母娘的相处，她是个很好的丈母娘。当初我入赘进温家的时候，给车给钱给房子，老太太知道自己女儿暗恋我多年，也知道女儿对普通男人不起反应，但她并不知道，酒店那一晚，我已经治好了温暖的生理缺陷。温暖怕母亲知道了以后，抓住我问东问西，逼着我跟温暖离婚，然后他会补偿一大笔钱给我，就连我那群吸血的家人，温家也是一再容忍。可是我从来不懂得知恩图报，总是用尽最恶毒的语言和手段去伤害温家人。丈母娘最后终于忍无可忍，坚决反对女儿继续跟我在一起。想到上一世，温暖后来被折磨得魂不守舍，原本保养得体的丈母娘也迅速衰老。最后在温暖抱着我跳海之后，老人家彻底疯了，被亲戚们抢走了所有财产，关进了疗养院里无人照管，最后凄惨的死去。好在我是在任务世界，好在一切都能重来，什么都来得及。我发誓，我这一世绝不会再让自己的愚蠢连累无辜的人。温暖哄了我好半天，我才终于不哭了。其实我不喜欢哭，我一直都很坚强，毕竟我是个男人，我不过只是想要窝在老婆怀里哼哼唧唧罢了。温暖用叉子一口口喂我吃蛋糕，吃完蛋糕的我，似乎在温暖眼里瞬间变成一块小蛋糕。他眸子微眯，再次凑近我，傻子都懂他啥意思，但是我担心他肚子里的小豆苗，就伸手制止了他。今天不行。为什么呢？他一脸的不开心，拉住我的手，拽起一脚就把我的手按在他的马甲线和高峰上。是不喜欢吗？我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。不是，我那啥，今天没时间了，我等下要去医院的。一听到医院，温暖顿时焦急起来。阿峰是想要去给那个傻逼男人捐肾吗？我知道他是想歪了，赶紧摆手解释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再犯蠢了，我去是要演一出好戏的，你可不准坏我好事，听到没有？温暖依旧紧张地抓着我的手腕。我陪你去。他们是我的猎物，你别出手，围观就好，对付畜生就得打他们的措手不及。我可是给自己的好爸妈好兄弟和前女友准备了大礼，希望他们跪好用双手来接。给了温暖一个热烈的吻候，我转身去了医院，先问了系统，所以我知道陆林竹正在诊室复查，两人就这么偶遇了。离开他的我变得阳光帅气，一瞬间就让陆林竹感惊艳到，觉得自己何德何能认识我，但一想到我以前那舔狗模样，就又自信满满了。只是最近我太过分了，竟然不受他的控制，一定是那个温暖逼他的，那个该死的女人，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竟然敢跟自己抢男人。陆林竹咬牙决定要挽回我，
让温暖痛不欲生。他自信满满的走到我面前，阿峰，你终于还是忍不住想念来找我了。闻言我勾唇笑了。陆林竹见我笑，觉得自己猜对了，觉得我还是爱他的，只要说几句好话，自己就能跟以前一样像舔狗帮他拿到温家的机密。此时我小嘴一张开始输出，哎呦呦，我日日上香祈祷你替好人死，怎么就没用了？以后我再也不封建迷信了。陆林竹听了不但没有生气，反倒扭头一笑，颇为不屑。风白，别闹脾气了，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别耍小孩子把戏，欲擒故纵的把戏玩几次就够了。姓稳的那傻杯富婆不在，你就别演戏了好吗？我直接用力一巴掌把陆林竹半边脸扇红。你大爷的，你才是傻杯呢！你特么再骂我老婆一句试试？你是括约肌上嘴了是吗？光会张嘴不会说人话。上次没把你打死真是面子给太多，狗都觉得自己是狮子了。今天倭瓜大棚里撒的农药是酒精吗？你喝了多少啊？以为自己能跟我老婆相提并论？陆林竹的脸火辣辣的疼，一摸嘴角流血了，顿时嘴角抽搐，强忍着怒意说道：我说已经够了，你听不懂吗？你不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引起我注意吗？我已经答应了，只要你帮我拿到我想要的东西，我保证能帮你离婚，保证不嫌弃你跟你在一起。我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懂点事好不好？我朝着他轻轻一笑，陆林竹还以为我想通了，表情立刻有所缓和，上前一步刚想动走，啪，左脸又被狠狠扇了一下。我还想继续扇，却被陆林竹抓住了手腕。没想到你已经被温暖带坏成这样了。好，你打我不要紧，但是你既然来了，就去把捐赠协议签了吧，这是你欠阿明的。说完，他拽着我往病房走去，接着就看见他靠在床上。他本以为是陆林竹来了，正准备装样子，没想到身后还跟着我。他顿时愣了一下，看见我帅气十足的样子，又惊又怒。我甩开陆林竹的手，十分不经意地露出温暖送给自己的戒指，戒指折射的光晃的魏明睁不开眼。凭什么风白这傻杯这么好命，随便钻个房间都能成功入赘，而自己却要和陆林竹这婆娘在一起？魏明咬着嘴唇，眼泪一下子掉了出来。见他哭了，陆林竹立刻过去搂住他，是不是又不舒服了？我去叫孙医生过来。魏明摇摇头，心疼不已的伸手抚摸陆宁竹的脸颊。你的伤是怎么回事？疼吗？看到魏明第一句话不是抱怨，而是心疼自己受伤。陆林竹的心顿时化了，对比之下他更加愤怒。我对他的暴力行为让他忍不住狠狠地看了我一眼。魏明大概也知道了，这伤口肯定是我干的，心里满是得意。林竹，你不要怪罪风白，他是看你跟我太亲近了，吃醋了才这样的。我知道是我不该跟你太亲近，可是我生病了，就要死了，我很害怕，我只是想有个人能陪陪我而已。说完又装可怜，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个不停。风白，我不怪你的，我们这些穷人本不该打搅你的，是我太自私了，我只想两个好朋友陪我度过最后的时光，才总是来打搅你。这话道德绑架三连一用，说的陆林竹眼圈都红了，双拳紧紧握着，怒视着我，仿佛我触犯天条了一样。我啧啧了两声，魏明，你怎么还没吃黄豆就先放上屁了？你给我下药，把肥女人塞我房间，想让我身败名裂的事，你是只字不提啊？证据我已经拿到手里了，你现在赶紧给自己提前烧点纸钱，免得下去以后饭都吃不起，还指望我给你捐肾？你怎么有屁脸说这种话的？我给你捐点脑子吧。魏明顿时被骂得张不开嘴，心虚的攥紧了拳头。其实他做这样的事不是一次两次了，他是我家保姆的儿子。魏明嘴甜会说话，哄得我家人都很喜欢他，甚至供他跟我一起读书，一路从贵族幼儿园读到贵族高中，后来大学我自己考了个200多分，实在是没办法了，这才不得不送出国去镀了个金。我一直把他当亲兄弟，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肯定会想着他，名牌衣服鞋子只要他开口，我眼都不眨就送给他。却不想魏明居然连我的离婚对象都要抢走，甚至在背地里发帖污蔑，说我是个见到女人就勾搭的牛郎，还说我是用钱侮辱他的人格，把他当狗使唤。这导致我整个高中时期都被人不止各种欺辱霸凌。上一世就在今天，我捐出了自己的肾脏，可是我不知道魏明并没有肾衰竭，我的肾脏被他拿去卖掉，换了一个最新款的限量球鞋，而我却因为自己的愚蠢把自己活活作死了。魏明赶紧又哭了起来，风白，我没有要害你，你总是怀疑我们，我想帮你而已，但没想到却把你推给了那个恶魔。他挣扎着下了床，抓住我的胳膊，你放心，只要你肯帮我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离婚。他是不是对你很差？那种有钱人都不把人当人的，你不用强撑着，我知道你很痛苦，我会帮你解脱的。我被气笑了，忍不住了翻白眼，让我跟温暖离婚，你好跟他结婚是吧？他似乎被猜中心事，顿时一愣，赶紧解释道，我没有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冷哼一声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2个月前你死缠着要我老婆请咱俩吃饭，结果你盛装出席见好兄弟的妻子，还有在餐厅里趁着我去卫生间故意往我老婆身上贴，还不是我老婆躲得快。对了，餐厅里的视频我也拿到手了，要看吗？我是对着旁边那位绿帽都要顶到天花板的陆林竹说的。陆林竹嘴角抽搐了一下，而魏明心里恼火万分，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拿到我的肾。他赶紧从抽屉里掏出一份文件来，风白，之前的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，我现在生病不能受刺激，你快把捐赠协议签了。我猛地甩开魏明，别他妈装了，你根本就没病，吃了个过期螃蟹，食物中毒装什么尿毒症？魏明装作柔弱无力的摔在地上，突然哭成了泪人。我是真看他演戏演够了，准备开始动手打他。魏明眼珠子一转，突然抱住我的腿，朝着走廊大声哭喊，阿峰，你怎么能污蔑我？诊断书上清清楚楚写着我的病症，你居然还说我造假？我们是20几年的好兄弟啊，我马上要死了，只有你的肾能救我了，为什么你不能帮帮我？要看着我去死了？一开始说好了，只要你肯捐肾给我，我就给你15万的营养费，现在你要涨到50万，如果可以，真不如让我去死了算了。这顿时引来了走廊里人们的围观，而魏明却在隐秘的角落里笑得得意，他想利用舆论的压力逼着我签下协议。在这边住院的很多都是重症患者，癌症、尿毒症、白血病，他们的亲属跟小病患者或者正常人的思维完全不一样，谁都渴望有人能伸出援助之手。
帮帮自己或者家人。他们一开始听到我肯捐肾救人都羡慕的不行，现在又听到我坐地起价，顿时觉得愤怒，纷纷带入到自己和亲人身上。果然有人开始骂街了，已经答应了15万临时涨价，这不是逼人上死路吗？不想就一开始就别答应了，给人家希望，又让人家绝望麻蛋！你竟然这么恶毒，怎么还不去死？其中还有一个大妈情绪特别激动，冲上来指着我的鼻子就骂：你是不是人啊？家里赚那么多钱，缺那50万吗？你要是不救别人，一开始就别答应，答应了又出尔反尔，怎么有你这么恶毒的人？说完就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。一个穿着病服、全身干巴瘦的年轻男生过来搂住他，母子俩哭成一团。显然，这个年轻人已经得了很严重的病，穷途末路了，他的妈妈才会如此感同身受的崩溃。我不会是非不分的跟他们计较，始作俑者根本就是魏明。我把魏明拽起来，抬手就是一耳光，他被打得一愣，第二个巴掌如期而至。我把他按在门框上，别演戏了，你敢不敢跟我去中心医院再做一次体检，重新开一份证明，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尿毒症？魏明顿时心虚了，我凭什么跟你去？我有诊断证明。我看见他们两人的神色变了又变，就知道自己的激将法已经起到了作用，准备最后收网了。我看你就是不敢，因为你根本没有尿毒症，对不对？我死了，你就能侵占属于我的财产，我的女人。魏明见自己最大的机密要暴露，立刻大喊大叫：够了，别说了，林竹快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陆林竹抓着我的手指印上了印泥，在肾脏同意书上按下了手印，他眼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，然后得意又嘲讽地看着我：风白，你给我的那些羞辱之后，我要10倍100倍的全都还回来。还有那个温暖，她凭什么出生就在罗马？她凭什么那么美那么优秀？我要让她跟我一起跌入泥潭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两人，你确定你手里的这东西有用吗？强迫别人签订器官捐献协议是违法的。陆林竹却只觉得我是在负隅顽抗，所以并没有露出慌乱的表情。这些你说了已经不算了，这家医院全都是我的脸，我保证能在温暖救你之前完成手术。魏明连忙走上来抢过我的手机，又看向我手上的戒指，然后立刻扑了上来。我将事先藏好的小刀划开了魏明的脸，长长的一道疤，几乎让他彻底毁容。他捂着脸撕心裂肺地尖叫着，陆林竹连忙扑上去搂住他。魏明歇斯底里指着我：林竹，你给我杀了他，杀了他！我的脸好疼。陆林竹心疼的点头，跳起来就要戳我的脸，我瞬间闪身一个飞踢，直接踹他身上。清脆的骨折声响起，又是一声惨叫在病房内响起。此时一群小护士冲了进来，他们把我围住，准备强行带我去手术。魏明也知道温暖一定会追究，他已经想到了应对的办法，他会让人在手术的时候拍下我的果照，威胁温暖。温家最重视颜面，他不相信温暖会为了我放弃温家的颜面，就算温暖执意报复，他的亲戚们也会逼着温暖妥协的，所以他只能吃这个哑巴亏。等我一死，他就把一切罪行推脱给陆林竹，借此装可怜，慢慢接近温暖。魏明还在做着美梦，我却已经觉得无聊了。外面顿时闯入4个人，高大的黑西装男迅速把那几个小护士打了个原地立粉。我望着惊慌失措的魏明，一步步逼着他后退，而他以为我是来抢协议书的，于是死命护住，我却只是举起双手朝着他晃了晃，然后把附着在手上的人工皮肤揭掉，摔在他的脸上。刚才按下的手印根本就不是我的手印协议，自然也就是无效的。再说了，就算我亲自按下手印，也可以凭借暴力抢过来撕毁。果然，魏明不管不顾的大喊大叫，完全不顾自己脸上的伤口会不会被撕扯烂掉。他扑上来抓住我的手，想要让我再次按手印，结果被保镖一巴掌扇飞。我拿回自己的手机，看了看时间，10多分钟了，接下来的主角也该登场了。果然，我手机屏幕还没熄灭，我爹就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，他指着我的鼻子就骂：你这个逆子，你终于肯联系老子了，对你哥见死不救，还辱骂亲生父母，你这个不孝子，赶紧让温暖把你哥哥放出来，听到没有？我只觉得想笑。法院已经判处我哥死刑，上诉5次都被驳回，这老登竟然还痴心妄想。这时候魏明哭着爬到他身边：风叔叔救救我！风白他疯了，他被那个有钱的女人迷了双眼，他要我的命命。见魏明这样，他顿时大惊失色，连忙把他扶起来：阿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的脸是风白弄的吗？魏明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使劲点头：是他弄伤了我的脸。风栋梁郑重地说道：你放心，叔叔绝对给你做主，让他给你跪下道歉。我冷笑一声：真是见外，还叫什么叔叔啊？父子情深，早日相认不好吗？还装什么装？我这一句话说完，周围的空气瞬间安静了，门外的围观群众们顿时炸了。这么刺激吗？就算插着吊瓶也阻挡不了人民群众八卦的热情，仿佛多吃几口别人家的瓜，自己的瘤子都能变小一拳。风栋梁心虚的还想掩饰：你胡说什么？我冷笑一声：风栋梁，难道魏明不是你跟咱家保姆秦一的儿子吗？你当年跟秦一青梅竹马，原本2人一起考大学，谁想到你居然忽悠着秦一放弃机会去打工赚钱供你读书，后来你为了前途把他甩了，跟我妈这个富商的女儿结婚。秦一追到城里又被你忽悠住，居然安排进家里，明着是保姆，暗地里其实就是你的小老婆。我跟魏明的年纪就只差1个星期，也就是说你在我妈和秦一怀孕之前，每个晚上都像是瓜地里的茶，在2个女人之间流窜作案。看来你体力不错呀。他气得脸又红又紫，别说了，住口！他想动手，却被保镖死死按住。我继续说道：所以魏明见到我哥被判死刑，家产眼看到我手里了，他哪能甘心？所以这才演了一出戏。而你一贯对他们母子的宠溺和亏欠，必然会把家产交给他，这才对我下手。啧啧，可惜了呀，魏明，你是不知道封家早就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
风栋梁每天都哭着求着找我，求我老婆施舍点钱，救救他那个破公司。前些日子听说破产宣布文案都写好了，就等着挑个合适的时机公布呢。魏明大声问风栋梁：“是真的吗？”风栋梁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这时忽然一道身影，一般瞬间到了风栋梁面前：“你这个混蛋老东西，怪不得你还对那小贱种那么好，还给他们母子买这买那的。原来你们是奸夫淫妇，我要杀了你们！这位是我的亲妈，当然也是我叫来的。”风栋梁脚滑摔在地上，然后被老妈一阵猛揍，打得自哇乱叫，而我只是冷眼看着，并不准备帮忙，反而觉得很痛快快。7岁的时候，我努力考了2个满分回家，只是想跟爸妈炫耀求夸。本以为迎接我的是父母母喜的笑笑，却不料父亲撕扯我的头发，狠狠甩我几耳光，只因我考得比9岁的长子好。那时我哭得撕心裂肺，妈妈则是坐在旁边吃着昂贵水果。你还不如多学学如何捯饬自己，以后长大了打扮得帅帅气气的也好，然后多帮你爸爸谈几单肥猪富婆的生意。哥哥则是坐在不远处，事不关己的低头玩着游戏机。我在一家人里活得连狗都不如。后来他们看见我越长越帅气，竟然破天荒的给我买了很多名贵衣服和鞋子。他们并不是良心发现了，而是想让我变成一个馋于享乐的无脑花瓶男，失去争家产的能力，最后找一个肥猪富婆给家里换取利益。在这样的教育之下，我极度缺爱，发疯一样渴望亲情。如今我已经觉醒了，不再是那个被剧情牵扯的我会好好爱自己，爱自己身边的人。回忆暂停。这时温暖打开了病房的门走了进来，我有点气急败坏的捏了一下他的脸，低声道：“孩子死了，你就来奶了？好戏一点都没看见。”温暖哭笑不得：“没孩子怎么死？”我顿时哑口，想到他肚子里的2个小宝贝，这才想到现在绝对不能再说这些话。我赶紧转移话题：“这时我相信我是认真对你好了吧？我再也不会纵容自己的愚蠢犯下大错。”问你紧紧地搂着我，我早就相信你了。自从我第一次来给他送汤以后，温暖就撤掉了所有的监控，也不再怀疑我了。就在2人交谈之际，一群帽子叔叔们走了进来，然后把在场的几个人全都控制住了。叔叔们戴上了手铐，他们疯狂质问着为什么抓他们。为首的警官笑得见牙不见眼，特别有耐心地解释着：有人举报风栋梁涉嫌行贿凶杀、恶意竞争等10几项大罪，陆家公司买凶杀人，非法走私藏匿毒品，陆林竹涉嫌与魏明和合谋伪造病历，强迫他人违背自身意愿捐赠器官。所以几位还是跟我走一趟吧。帽子叔叔兴奋地搓搓手，这可是一扇大生意啊，要是能办好年底的奖金，不得翻番啊。此时他们几人都哭着求温暖和我救救他们。温暖微微侧头问我要我出手吗？我没说话，而是走到警察叔叔面前说了一句。他们见我开口，眼里燃起希望的火花，心里想着我果然还是舍不得他们。我淡淡微笑道：“别忘了把那个给魏明开诊断证明的医生也带走。当然，那不是普通的医生。”我转头看向陆林竹，那是魏明的姘头。魏明听完脸色大变，发疯一样要撕烂我的嘴，然后被警察一把按住。陆林竹的脸色惨白，一双猩红的眸子盯着魏明，似乎想要掐死他一般。警察叔叔笑得合不拢嘴：“放心吧，已经派人去抓了。还有2位也是当事人，也我们去做个笔录吧。”我挡在温暖面前：“我老婆刚来不到3分钟，她什么事情都没参与，我跟你去就是了。温暖是公司的总裁，如果他出现在警局，绝对会引起不少争议，我不想让自家老婆遭人非议。”温暖秒懂我的心思，心里一阵阵滚烫。他这辈子第一次被母亲之外的人保护，他又是感动又是心疼。温暖低声说道：“我陪你一起去，我不会让你独自面对这些事的。”我亲身安抚他：“你在外面主持大局，把公关的事情搞定，别让有心人钻空子比什么都强。我还有一些那些人的证据没有提交，这本就是我的家事，我可以独立解决。”说完我拍了拍他的胳膊，转身离去。温暖脸上淡漠，心里却嗷嗷尖叫：“老公，你就是我的神，我爱你一辈子。”就连系统也十分感叹：“宿主你好棒啊，跟我以前见到的宿主都不一样，不会什么都依靠系统解决，我况且能找到一个这么厉害的靠山，也是我们自己的本事啊。对了，童子，你帮我个忙呗。”“好的呀，你帮我把我准备的那些证据一起提交给警方吧，我懒得一点一点发了。你是系统，你发东西肯定快。”“好的，我这就去。”傍晚我从警察局出来，满足的哼着小曲，我提供的证据链充足，每一条都能把被告人活活锤进地心，他们基本都要在里面踩上10到15年以上的缝纫机。温暖亲自开车来接我，准备带我去吃好吃的。原本想去吃日料，我却想到他肚子里的宝宝，对宝宝不好，就改去吃了中餐。我们一路说笑着回到了家里，岂料刚到门口，就见王妈急匆匆地跑了过来，对我们挤眉弄眼的。我一脸疑惑：“咋了？您老幼浑身上下脑袋疼啊？”王妈赶紧摆手：“不是那啥，老夫人来了。”我和温暖对视了一眼，我立刻怂了，她却紧紧握住我的手，低声说道：“别怕，有我呢。我已经跟她沟通过了。”她顺便摸出一个包装精美的丝巾塞给我，我按照我妈喜好买的，你就说是你给她买的小礼物。我心里暖暖的，看着温暖坚定的眼神，也就没那么紧张了。进了门后，丈母娘坐在沙发上正在喝茶，老太太一脸严肃，审视着眼前的我和温暖。看到我的瞬间，她悬着的心不知道怎么的就安稳了一些，总觉得这小子跟从前不大一样了。再加上2人亲密又和谐模样，不由得对女儿的保证信了几分。她可是在商场打拼了30几年的人，论看人能力只需要一眼。我丈母娘的身边还坐着一个胖女人，年纪跟丈母娘差不多，气质却差了一大截，一身庸俗的打扮，恨不得把珠宝店都顶在头上。这人我上一世也见过好几次，是温暖的二婶。温家老大老二都已经不在人世，剩下2个寡妇。温暖的母亲继承了丈夫留下的温氏集团，想要如一日的打拼，将温氏集团送上了权力的顶峰。交给温暖之后，她又以一己之力把温家拔高了几个台阶，彻底成为了真正的豪门。温家老二就是个游手好闲的，娶了个老婆，更是整日只知道享乐。夫妻俩原本也是有点小产业的，但很快就被败光了，经常跑到老大家里来指手画脚。前些日子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温暖生育艰难，竟要厚颜无耻的跑过来说要让温暖领养
他的小孙子当儿子。路人皆知他就是想要将来公司归他们，温暖自然是不愿意的，明说了很多次，可二婶第二天依然能当没事人一样笑眯眯的凑过来。光是二婶一家也就算了，无数的旁氏亲戚都盯着温家这块大蛋糕，可见温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。子嗣只是迫在眉睫，他却完全无能为力。二婶坐在那里吃着水果，看见我们回来了，立刻露出了得意且嘲讽的神色。我心里暗喜，这二婶看来是有备而来，今天这情况显然不会善了。我正愁刚才在医院没发挥好呢，这不又送上来一个现成的活靶子。哎呦，还知道回来，丈母娘都来了，还不知道早点回来好好伺候。我微微一笑，二婶好啊，听说家里我二弟最近又有事情，怪不得连夜跑来求援了。我回头朝着温暖笑了笑，都是亲戚，能帮一手就帮一手吧。二婶子难得求上门来哦，也不难得，半个月前不是还给你打了3个电话吗？貌似是要钱，你个臭小子，嘴巴怎么这么毒？二婶生想到我居然会回对他，从前对我面对对，二婶的嘲笑都一副事不关己，转身就走，这次居然敢跟他对着干。我继续笑眯眯地说，二婶别生气啊，我年轻没见识，说话又笨又不中听，既然二婶不需要帮忙，那就算了吧。爱你，我没说啊，这次他来除了推销自己的孙子，也是想给自己儿子使劲。温家在外城的分公司要选新总裁，他可不想放过这个机会。不过温暖没给他这个机会，而是淡淡点头，公司人员肯定是有才能者才能上位，否则即便是亲儿子亲闺女又如何？不行就是不行。温暖毫不留情地拒绝了，顺便给老妈使了个眼色，看我老公嘴厉害不？见老妈似乎对我对二婶的手段非常受用，我赶紧走上前去给丈母娘献宝。妈，我正打算去找你呢，谁想到了一步，倒是让您先来了。您看，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礼物，小玩意儿而已，不成敬意，还希望您笑纳。说着我掏出丝巾递给丈母娘，老太太脸上依旧严肃，心里却已是松动了些。谢谢你了，你今天辛苦了。丈母娘话里有话，感觉是在说我把全家都送进了监狱，说明这小子是真的打算跟温暖好好过日子了。我笑得真诚，刚想说话，二婶又酸溜溜的来了一句，哎呦，就这小玩意，你丈母娘有一柜子，当抹布都嫌不吸水。我笑道，不会吧二婶，你这是嫉妒吗？10几万条而已，你不会真的没有一柜子吧？二婶强压怒气冷哼一声，切，谁稀罕？我回怼道，不稀罕你酸什么劲？谁酸了？二婶一拍桌子猛地站了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就骂，你这小兔崽子怎么回事？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真不知道你家人怎么教育你的。温暖立刻走上来，冷着脸说道，二婶，你说话注意分寸，我叫你一声二婶是不得不叫，不代表你就有资格在这儿训斥我丈夫。丈母娘也开口道，既然你觉得我家女婿让你觉得的不舒服，那你就早些回去吧。我没想到丈母娘居然会帮自己说话，丈母娘不是超级讨厌我吗？呜，有点小感动，一家人一致对外的感觉好好。温暖毫不犹豫地下了逐客令，二婶慢走，我们就不留您休息了。二婶冷笑一声，傲然道，也不知道你们家怎么想的，嫁了个穷门小姑家的小子，家教差也就罢了，进门这么久了也没让温暖怀上，就是个没能力的小白脸。丈母娘深吸了一口气，放下茶杯，毫不犹豫一巴掌甩过去，二婶惨叫着摔在地上。本以为她要抱起伤人，谁料二婶只是冷冷一笑，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。记住你今天这一巴掌，我可告诉你们，我知道你们那点事儿了。温暖，根本就不是你老公的问题对吧？是你不能生，你就是个生理有缺陷的女人，就是个绝后的料，白长了一副好脸好身材了。我知道你就是个废人。温暖瞳孔猛地放大，双手死死攥紧，心像是被人狠狠捏住了一般，痛到无法呼吸。这是他此生最难以启齿的秘密，怎么会被外人知道？二婶见他没回话，顿时心里有了把握，掐着腰冷笑，被我说中了吧？你这不能生育的废人，亏你还嫁了这么个帅气的小伙子。不等他说完，我冲上去就是一巴掌，他又一次摔在地上。二婶怎么就笃定我老婆不能生了？你是她的主治医生，还是她肚子里的蛔虫？如果不能证明，就别来恶心人，要不然就别怪人家抽你。温暖感动的轻轻搂住我的胳膊，低声说道，阿峰手疼不疼？我拍拍他的屁屁表示安慰，从兜里摸出几张折叠好的纸，甩到二婶面前。本想着等双胎显现的时候再说的，但现在我等不及了，我要狠狠抽烂这个嘴贱死八婆的脸。二婶颤颤巍巍地打开单据看了一眼，发现那居然是一份孕检报告。她不敢相信地看着温暖，不可能，她明明没法生孩子的。温暖满脸疑惑，一把抢过报告看了看，瞬间她整个人立刻僵在原地。我用胳膊碰了碰她，喂，给点反应啊，怀孕了，你不开心吗？温暖呆呆地转过头望着我，嘴里无意识地重复我的话。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你怀孕了，是我的孩子，以后你安心养胎，我来挣钱养你们母子。丈母娘急忙拿过孕检报告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紧接着眼泪就流了下来。我赶紧到她身边，妈，她怀孕了，您不高兴吗？怎么还哭了？丈母娘连忙点头，高兴高兴。妈高兴的都糊涂了，然后又急忙从手包里掏出一张卡塞给我，这是我的黑卡，你拿着，本来今天就要送给你的。随后她拽住温暖，你说过的，要给妈买个广场，妈明天就去那跳舞，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就行。丈母娘笑得合不拢嘴，温暖眼圈发红，没理会老妈的激动模样，强忍着哽咽走到我的身边。我就说我老婆肯定行，有些人偏不信，这话我就是故意说给二婶听的。二婶这时候也缓过劲来，她还是不服气地说，谁知道这孩子是不是温家的种？我冷笑一声看向二婶，二婶皱了皱鼻子，你笑什么？二婶，你敢不敢打个赌？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等胎儿月份够了就去做亲子鉴定，要是孩子不是我的，我就净身出户，要是我的你给我1个亿怎么样？二婶立刻没了底气，你厉害，你说什么是就是。温暖把我护在怀里，然后指着二婶，你可以滚了，我们家再也不欢迎你。二婶也没脸待下去，狼狈的转身就跑。温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紧紧抱住你，然后把脸埋进我怀里。她从来没想过自己这辈子还能有孩子，如今有了，心里却满是慌乱和无措。我轻轻地抱着她安抚着，可现在你要当妈妈了。回应我的是温暖的哽咽声和不停的点头。阿峰，谢谢你，我爱你。